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烟斗看电影。今天老烟斗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黄渤主演的剧情片《蛋炒饭》。王大卫的脑子似乎从小就不是很灵光，而关于这件事的佐证也是多得数不胜数。不过凡事总有起因的，关于大卫是傻帽这个论断，就得说到那年中美建交，美国代表团来他们学校参观时候的事儿了。那天大卫的死党李红兵被人欺负了，大卫想着放学后帮他出头，便带着一块板砖揣在书包里。刚巧美国人想要看看中国学生的书包，更刚巧抽到了大卫，这下老师们尴尬了，只好解释着这是小孩子们玩具。可谁知这么一说，美国人更来劲儿了，想看看这玩具到底怎么玩。老师面露难色的把这句话翻译给了大卫，大卫则从心底里鄙夷美国人真傻，连板砖都没见过。于是他拿了起来，照着自己头上就来了一下，当场就把美国人吓晕了。晕倒前他们想起了布鲁斯利，更想起了那个中国人人会功夫的传说。事后虽然被校长批评了一顿，说他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，这一摆砖下去，苏美两国不知道又要挑起什么国际争端了。大卫对此根本不上心，苏美之间的问题远不如胡同口的流氓打了红兵的事重要。但是大卫太小了，报仇的结果就是自己头上又挨了一板砖。不过大卫不后悔，因为傻里傻气的他只有红兵和茉莉两个朋友，为了朋友他能豁出一切。所以当大卫满脸伤回到家被父亲教训的时候，他依旧满不在乎，反而缠着父亲教他做蛋炒饭。大卫家祖上是御厨，爷爷更是在国宴上掌过勺。大卫没有见过父亲其他的技艺，只是在每年过节和大哥去当兵时吃过父亲做的蛋炒饭，他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，所以一直缠着父亲教他。大卫常常幻想，要是自己会做了，就能天天吃上蛋炒饭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但父亲却总是以没有天分为由拒绝了他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大卫、红兵和茉莉的三人组也渐渐长大了，不过他们依旧要好，除了身体以及社会，仿佛其他的并没有怎么变化。社会的变化是有直观体验的，首先就是好多混混把板砖换成了吉他，然后就是电影院里居然出现了亲嘴的镜头，不过那些都是碰一下就被打断，着实没劲，所以观众都怨声载道。里面有一哥们儿每次都来，看完亲嘴就走，每次走时都叫嚷着以后他也要拍电影。后来果然就兑现了诺言，拍了很多戏，里面的亲嘴从来没被打断过，观众都十分喜欢。当然这是后话。人成长的标志就是开始有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情，这是令人烦恼的一件事情。而眼下大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恼，他喜欢上了茉莉。茉莉生日那天，大卫送了他一卷邓丽君的磁带，这令茉莉十分开心，隔着一张纸和大卫试了一下亲嘴。彼时大卫紧张无比，海魂衫都快被他抓烂了，心口里也是一阵阵疼痛。不过很快这种疼痛就没有了，因为红兵来了，他也送了一盘磁带给茉莉，比大卫的好，是原装的。尽管这是一个浅尝即止的吻，但是大卫依旧很高兴，他每晚都得看着那张留有茉莉吻痕的纸许久才能入睡，而梦里全是胭脂花盛开的初夏。大卫是三人组里最先找到工作的一个人，他父亲后来病退，并让大卫去国营餐厅顶班。不过大卫父亲和经理有仇，他被经理斗折过一条腿，为了大卫的前途，他只能厚着脸皮前去求人，受尽屈辱才为大卫求来了当杂工的机会。可是紧接着也不知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还是因为病情的恶化，大卫的父亲走了。而才经历丧父之痛，大卫又得知了红兵和茉莉好上的事儿，接连的打击差点令他崩溃。就在这时，失踪多年大哥回来了，不过在给父亲上完香，然后留下许多钱之后，他又准备离去，连一顿饭都没有吃。走前大哥告诉大卫，以后这家里东西都是他的，不过只有一条，就是给母亲养老送终。看着大哥的背影，大卫突然问了句他会不会做蛋炒饭，大哥则告诉他以前跟着父亲学过，不过父亲说他性子急，掌握不好火候，后来也就没学了。接着他又告诉大卫，现在挣钱才是硬道理，学那玩意儿没用，说完就头也不回的离去了。红兵和茉莉分手了，两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分歧。红兵坚持认为以后就是钱和权的天下，所以他决定和茉莉分手。茉莉伤心不已，她已经怀了红兵的孩子。大卫得知后怕她嫁不出去，想照顾她，但是却被茉莉拒绝。最终他打掉了孩子，然后奔赴南方，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据说茉莉在南方那边到处跑，已经快要出磁带了，可是大卫找遍了4、9成都没有找到茉莉的磁带。就在这时，国企开始改制了，大卫不顾他人惊诧的目光，承包了国营餐厅，
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也不在乎别人叫他傻帽经理，他只是高兴自己终于有个炒菜的地方了。洪斌也兴冲冲的在单位挂了职前来帮他，但是连着好久都门口罗雀。可就在洪斌失望的再次准备回去上班的时候，也不知为何生意突然又红火了起来。生意好了也有生意好了的烦恼，就是有许多人都借着茉莉的名字来这里蹭饭吃。其实这些人哪里认识茉莉呀？他们只是听说有个傻帽开了饭馆，只要冒充茉莉的朋友就能在那蹭饭，蹭排练场地。于是大卫这里的聚集的人更多了，玩乐队的、写诗的，宛然第二个格林威治村呢。没多久，茉莉也带着他的乐队回来找投资开演唱会，而大卫大哥也把生意做到这里。家人和朋友的回归令大卫高兴无比。大哥现在是真的阔气，把生意都做到了俄罗斯。他让大卫跟着自己一起去俄罗斯，大卫没有答应，因为茉莉还在这儿。茉莉找了个大款，想让对方赞助，但是大卫看不得大款揩油的行为，便把这事搅和黄了。那天茉莉喝了很多酒，醉了之后冲着他发了一顿火，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接着连眼泪都没擦，就在他怀里沉睡去了。这样的茉莉让大卫心疼无比，他想象不了一个女孩在外面闯荡的苦楚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努力帮助茉莉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就帮茉莉找开演唱会的场子去了。他不认识崔健，没有听过唐朝，在他心里茉莉一定是最好的。可是当他找到了场地之后，茉莉却又消失了。除了他们以前常去的钟楼上留下了一句对不起，这一切就像一个短促的春梦。大卫颓了，颓到什么地步？他颓到连洪兵做局骗了他的饭馆都不上心。洪兵是不忿的，他不忿大卫这样一个傻子都能当老板，于是他不顾旧情骗了他的饭馆，还把他赶了出去。大卫的母亲也已经走了，大哥倒是回来了。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大哥直接找上了门，他带着枪，不过没有对洪兵开枪，而是选择自杀。他要让洪兵一辈子都活在自责之中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大卫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大哥一直做的都是违法的生意，迟早都是要死的。而洪兵则没有如大哥的愿，活得很好，用卖饭馆的第一桶金赚了许多钱，后来还登上了什么财富排行榜。而大卫也再次得知了茉莉的消息，她嫁入了豪门，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大明星，整天上杂志。不过刊登的却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一张绯闻照片他都能请来大学教授，调来 NASA 的照片，在经过多角度分析之后，最终确定茉莉和某个男明星的手之间还差 2.5 毫米，这不算出轨。只有大卫的生活没怎么改变，他再度回到了杂工的岗位上，每月900块，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攒够钱再把饭馆赎回来。大卫辛辛苦苦攒了许多年的钱，最终还是没有赎回饭馆。因为金融危机，洪兵出事了，欠下了许多高利贷，走投无路的他没有一个朋友，于是又想到了大卫。大卫得知消息之后，二话没说就带着自己的积蓄去了。这些积蓄有零有整，对于高利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。于是他们让大卫签了个限期归还，不然剁手剁脚的条子，大卫也照做了。洪兵似乎很难想象自己坑了大卫，他还能不计前嫌的前来救自己。但是大卫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嘟囔着你小时候就爱被欺负之类的话，就迷迷糊糊的睡了。可是这次他依然被洪兵骗了。像洪兵这样的资本家怎么可能没有留后手呢？他找大卫来只是让他帮自己担责任而已。拿着早已留下的跑路费，洪兵准备换个地方东山再起。车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外套里有个馒头，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。是啊，大卫和自己从小长起来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呀？但却还是选择替他承担。从小他为了朋友就能豁出一切。当然电影结尾大卫也没事儿，因为警察抓住了那伙高利贷，而洪兵则用他跑路的钱把大卫的饭馆买了回来，还给了大卫。而后洪兵就不见了，一会儿有人说他在青海支教，一会儿又有人说在某座庙里见过他。最终这些传说慢慢都消失，洪兵也彻底不见了。而大卫在赎回饭馆之后交了好运，他的家传蛋炒饭被称为正宗的菩提玉斋，比他爷爷做的还好。这下大卫的店彻底火了，还被评为了世界10大美食。他每天就只做80份，分店也开到了全世界，甚至还接到了白宫的订餐电话。而茉莉则带着孩子回来了，这次他是真的不走了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上映于2011年的蛋炒饭是陈宇导演作品，本片像极了中国版的阿甘，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回溯整段历史。不过本片比起阿甘还是要逊色不少，毕竟一个90分钟，一个140多分钟，在叙述上总是不如后者深沉，当然环境也不允许，不过依旧瑕不掩瑜，算是一部惊喜之作了。
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历史，提前学习一下大卫身上的某些特质还是好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小伙伴呢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转发哟。我是老烟斗，一个正经又不是帅气的电影解说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